第9届美洲峰会周一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但在峰会开始前，美国拜登政府正式宣布，由于所谓民主问题，将不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领导人参会。这番无理表态引发墨西哥、玻利维亚等拉美地区国家强烈不满，多国领导人警告将抵制峰会。国际舆论指出，此次美洲峰会或将是拜登政府的一场公关惨败，暴露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是美式霸权日渐衰落的体现。美洲峰会主办方美国在将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排除出参会名单后，古巴政府随即作出回应，指责美国滥用东道主特权的排他行为反民主且专断，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美洲峰会不包括美洲所有国家，就不能称之为美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急需推进合作、团结、尊重主权和自觉。古巴政府的声明还说，美国政府企图利用美洲峰会等高级别对话机制作为其称霸工具，以排他手段制造地区分裂。美国抱持门罗主义思维，侵犯他国独立和主权，阻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团结和一体化发展。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周一表示，他决定拒绝参加此次美洲峰会。Pero nosotros consideramos que es seguir con la vieja política de intervencionismo, de falta de respeto a las naciones y a sus pueblos.尤其是力挺古巴，因为古巴半个多世纪深受美国打压，在这个关键时候主义总统洛佩斯要力挺他。第二个就是要警告美国，美洲峰会不是美国峰会，是美洲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参加的峰会，一个都不能少。此外，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多国也明确表示不会出席此次峰会。另一方面，部分拉美国家虽然表示了参会意愿，但不仅声援墨西哥等国的主张，甚至还决定由阿根廷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的名义召集一场平行峰会，并将在领导人早餐会上讨论美国不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的行为。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早前就有传出不会邀请3国参会的消息，只是拜登政府一直犹豫未决。峰会未开始，法新社就以阴云笼罩拜登为重启与拉美关系而举办的美洲峰会为题报道了此事。德国商报等媒体更评论认为，此次美洲峰会将是拜登的一场公关惨败。Creo que la exclusión de un par de países claves latinoamericanos de esta cumbre muestra una cierta debilidad, porque finalmente el punto justamente de los espacios multilaterales y el propósito preciso de lo que es la diplomacia es justamente el diálogo entre países que no necesariamente estén de acuerdo. En este sentido, me parece que para que una cumbre verdaderamente sea una cumbre es necesaria la inclusión de todos los actores. Me parece que justamente en un mundo donde está habiendo crecientes crisis con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y con los ámbitos multilaterales, es más importante que nunca poder reforzar esos mismos ámbitos. 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美国以所谓民主标准宣称将不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参加第9届美洲峰会一事强调，拉美不是美国的前院或后院，美洲峰会不是美国峰会，抱持门罗主义思维，操弄民主议题，搞干涉和分裂，不得人心。美国将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随意霸凌，服务于美国私利，没有市场。美国作为东道主，应该停止一意孤行和霸道做派，切实给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应有的尊重，虚心听取大多数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和正义呼声，使本届峰会真正的聚焦地区共同议程，促进团结合作，增进人民福祉。
分析指出，无论是对素来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还是对企图重返拉美的拜登而言，拉美多国对美洲峰会的抵制无疑是一个极度尴尬的时刻。自美洲峰会机制建立28年以来，这种东道主遭众人打脸的情况史无前例。2018年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美洲峰会，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径直缺席，令不少拉美国家和美国国内人士大跌眼镜。这一次，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将缺席美国主办的本届峰会。从利马到洛杉矶，尽管美国官方及媒体极力掩饰，无法否认的是，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显然不再像以前那般紧密。专家指出，美国在本应该集合西半球所有国家展现团结的峰会上搞价值观外交，排除异己，这样的戏码不得人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如果不反思自身问题，一味甩锅，美洲峰会怕是与美方的期待越来越远。所以这次在峰会前夕闹着这么大动静，可以说是让美国颜面扫地。的确美国在它的所谓后院的影响力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影响力在上升。什么上升呢？就是拉美国家集体行动能力在上升，抱团取暖的能力在上升。拉美和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渐行渐远。美国换风护雨的时代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美洲峰会作为美洲最重要的多边峰会，今年也是拜登政府面向拉美的首次主场外交。美媒分析指，拜登渴望填补前任政府留下的影响力漏洞，给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加分。此外，拜登也希望说服拉美国家强化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以此来抗衡中国与拉美国家越发密切的经济合作。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日前分析称，除了遭到抵制，本届美洲峰会还面临议程缺乏雄心的指责。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葛丹称，多国此前曾质疑美国可能又将把拉美国家招呼来，并在民主人权问题上教训一通，又在中国问题上警告一通，但美国到底能不能拿出新的市场准入、贷款、外援等真金白银，结果却并不确定。美洲理事会负责人法恩斯沃斯则认为，美国在历届美洲峰会上的雄心一届比一届小，峰会已从共享愿景之地变成了美国去表个态的地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说，本次美洲峰会恐将沦为一场貌似例行，实则徒有红毯装点的非正式闲谈，可能象征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下降。是美国以民主、人权这样的议题来冲刺美洲峰会，拉美国家可以说是听腻了、听够了可以说不再管用了。拉美国家最关切的是什么？他的迫切需求是解决经济困境，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需要的是美国真金白银。大家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国因素在拉美的大量存在，尤其是中国的贸易投资广受拉美各国的欢迎，所以借机打压中国拉美各国是不买账的。拜登周三做东在洛杉矶开美洲峰会，结果好多拉美国家领导人不来参会，这意味着什么？拉美国家为何不买美国的账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美国呢之所以着急不去美洲峰会，或者说呢美洲国家不太买美国的账，就在于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外交呢有问题，虚伪自私。美国在洛杉矶举行美洲峰会，本来呢要讨论这个疫情防控、经济复苏、非正常移民等具体的问题，但是拜登政府呢偏偏要套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根据对所谓自由、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接受程度而决定参会名单。那么不听美国指示的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呢便排除在邀请名单上，这一出戏呢就演砸了。美洲国家发现美国邀请的一些国家恰恰是在人权和民主上表现不怎么好的国家，美国呢不仅虚伪，而且自私自利。于是呢，这墨西哥总统呢率先站出来抗拒，说呢这个不参加峰会了，除非呢美洲所有国家都受邀参加。还有多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宣布呢不会参加这次峰会。这个多国元首不参加会议，美洲峰会呢就不能够称作峰会了。那么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一方面是
美洲国家不相信美国，另一方面呢，则显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坍塌，拜登的所谓民主外交呢，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说来也有趣，最早提出价值观外交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以此呢向分化东南亚国家，要他们在中日之间有所侧重。安倍的策略失败以后，想不到呀，这个拜登政府呢抄起了作业，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划分小圈子，在欧洲、在印太、在美洲制造分裂。现在呀，拉美国家呢首先不买账了，以此类推啊，那么在欧洲、在印太也将失败，这个架子呢没打起来，可能就要散了。美洲国家元首拒绝参加这个美国组织的峰会，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行不通。美国学者呢早就指出，拜登想依靠共同的价值观来建立联盟，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现在呢，美国政府已经尝到苦涩了。近期，日本方面屡次炒作涉台议题，继现役自卫官被曝将驻台后，日媒再曝岸田政府将借口应对台湾有事，新设所谓统合司令官指挥三军。此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日还再次鼓噪日媒挺台。据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二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通电话。杨洁篪阐明了中方在台湾、涉港、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杨洁篪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关系行至重要历史节点。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指引和遵循。当前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凸显，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双方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合作共赢，着眼长远大局，增进安全互信，共同努力将一个稳定、健康、强韧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秋叶刚男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妥处分歧，就双边敏感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强沟通，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杨洁篪阐明了中方在台湾、涉港、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界注意到，此次中日高层通话是在日方近期频繁炒作涉台议题的背景下举行的。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正式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行动的统合司令官，以及支持统合司令官的统合司令部，目前正积极研究组织形态、设置场所等问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此举是为了应对包括中国不断强化的海洋行动，以及对所谓台湾有事的担忧等新安保领域，以提高应变能力。此前有日媒还爆料称，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夏季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派遣一名在职防卫省官员。报道称，在日本鼓吹台湾有事的背景下，该任命是为强化在安全保障领域的情报搜集工作。过去2-3年的时间内，日本在加强与台湾军事防务合作上，其实走得越来越远。不仅有这个所谓的牌面上的大动作，在私底下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动作。但是由于日本它自身由于这个和平宪法的约束，它实际上在军事上想有实质性的突破还是非常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台在推进军事上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关注点，就在于今后日台会在军事情报甚至更广义的情报上会有进一步的合作举措。而上周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一场以日本应如何应对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为主题的论坛。安倍在演讲时竟称，日本有必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再以美日同盟为中心，提高对中国大陆的威慑力。他还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还妄称，要创造一个让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外界注意到，这并非安倍卸任首相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去年12月13号，安倍曾声称台湾突发事态影响日本安全。第二天，他又宣称，大陆若武统台湾将是自杀行为。今年3月，安倍与蔡英文视频通话时妄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外交部发言人曾严正驳斥安倍的错误言论，并指出，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和个别政客深刻反省历史，切实遵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既定承诺，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不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下个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的选举，也是日本今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活动。安倍现在是日本现在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的领导人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派系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助阵。那从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定会顾虑最大的这样一个派系的安倍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另一方面，日本也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据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考虑出席本月29号、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除了日本外，北约此次还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作为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参会。若上述4国首脑确认出席，北约峰会的规模将被扩大。这一现象在北约历史上也前所未见。因此，有分析指出，本次北约峰会除了讨论俄乌冲突之外，还将讨论针对中国的战略问题。此外，北约邀请日韩澳新出席峰会，还有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动向，即北约正准备在印太地区招兵买马，未来也有可能把这些国家也纳入其中。不过，有分析指出，北约若真有这种想法，但从目前来看也不可能。北约的规章制度中有一条明确指出，新加入的成员不能跟周边国家存在领土纠纷。以最常被点名的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之间就存在领土纠纷，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日本、韩国不可能加入北约。日本的现在的意图现在是最明显的，希望不断在这个北约更关注的安全议题上，我替北约来站台。那未来换什么呢？换取北约在所谓的日本最关切的东北亚的安全利益上，北约可以来给日本来站台。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北约向各个方向全面拓展的过程中，日本就是北约寻找到最重要的一个支点。另据日媒报道，日方已接到韩方关于若岸田参会是否在会议期间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的问询。日媒称，日韩领导人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在2019年12月，当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面。今年3月，尹锡悦在韩国总统大选胜出后，岸田致电尹锡悦，双方一致同意改善因缘被征劳工问题等历史问题而恶化的双边关系，并商定早日实现面对面会谈。尽管在大的所谓的战略层面上，日韩为了共同应对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安全紧张形势，双方合作的利益点非常多，但是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这个争端的领土上，双方的表态都是非常的强硬，都没有看出现在有任何一方有退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选择在北约峰会这样的一个场合来会面的话，实际上也是双方各让半步的表现。日本防卫省以应对所谓台湾有事为借口，新设统合司令官指挥海陆空自卫队。那对此您怎么看？日本为何近来频打台湾牌呢？主持人好，说得不错。日本军方呢是借台湾有事来更新指挥系统，从而呢在军事上实现亚洲强权的目标。为了成为正常国家，日本呢已经做了10多年的时间的努力了。不仅呢要在经济上成为亚洲之首，也要在军事上呢成为亚洲最强。美国的印太战略给日本呢提供了增强军力的机会，特别是拜登访问日韩以后，试图呢在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印太经济框架，使得印太战略呢从经济到安全进行全覆盖。美国把中国呢看作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日本同样呢把中国看作是印太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美日的勾连呢是越来越密切。那么对待台湾问题呢，美日也是有共识，就是要把它呢当作制约中国的抓手，一步一趋的加大对台湾事务的干涉力度。尤其是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呢，恐怕要大过美国。先是提出美国呢要所谓协防台湾，那日本呢就会跟进。那么从去年以来呢，日本加强与岛内民进党当局的联系，变本加厉地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在拜登政府呢系统性的推进印太战略的当下，日本加快推动自己的强军议程，以担忧这个台湾有事、强化防卫能力为名，新设了统合司令官，
指挥海陆空自卫队，这俨然呢就是一个总参谋部。日本前首相所鼓噪的要创造让这个中国大陆呀放弃武统台湾的条件，听起来呢是在为美国战略站台，实际上呢是为发展和统合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筹谋。这个企图呢是深度的介入到台湾事务，但是呢这种暗度陈仓的轨迹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呢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妄想。美国阻碍中国发展呢更是一厢情愿。所以啊，日本虽然有深度介入台海事务之心，但是呢，没有实力来与中国对抗。中国呀，早就看出日本玩的花招了，当然呢，也就有阻断日本介入台湾事务的策略和实力。美国和日本呢打台湾牌，很可能呢先把自己呢给打进阴沟里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谈及东部战况时称，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克兰守军仍在坚守，但数量已经严重不足。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已经变成了死城。泽连斯基还首次承认，有约25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俄方俘虏。泽连斯基周一接受乌克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乌方未计划进行任何谈判，有关方想尽可能地把乌克兰推向一个乌方绝对不想要的结局，而未征求乌方意见。这样的结局只对有关方有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数周来，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官员定期会晤，就通过谈判方式达成俄乌停火框架进行讨论。报道说，相关讨论涉及意大利5月提出的一项4点框架，内容包括乌克兰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中立，俄乌通过谈判决定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地区未来地位问题等。泽连斯基在采访中还承认，有约25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俄方俘虏，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正在负责解救的相关事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宣布，亚速钢铁厂共有2439名乌武装人员投降，而乌克兰官方及媒体一直对外宣传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下令撤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二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在内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大部分地区，目前已完全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居民区。过去一周，俄乌战况最激烈的就是北顿涅茨克，俄军此前已经占领该市约70%的区域。不过，根据乌方的说法，乌军上周6开始在北顿涅茨克市发起反攻。乌克兰卢甘斯克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上周6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夺回了北顿涅茨克约20%的区域，这也意味着乌军目前控制了北顿涅茨克一半的区域。路透社表示，这是北顿涅茨克战事持续多日以后，乌克兰首次宣称发起大规模反攻。但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凌晨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前往顿巴斯前线。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克兰守军仍在坚守，但数量已经严重不足。盖代当天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的反攻已经停止。他表示，局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情况再次恶化。盖代此前还呼吁美西方提供重型武器，称他希望美国最新承诺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能够让乌军实现更远射程，从而扭转战局。而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近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武器，继总统普京在周日的采访中表示，俄将做出相应的结论，并打击之前没有打击过的目标后，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一也表示，如果西方真这么做，那么俄罗斯将采取行动清除威胁。Если Запад решил поставлять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способно доста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но и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рай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если вся эта болтовня про то, что Зеленский вам что-то обещал, буде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всерьез, то я подчеркну еще раз, чем дальнобойнее будут системы, поставляемые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тем дальше мы будем отодвигать нацистов от той линии, откуда исходит угроза русск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Украины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同日还警告说，俄罗斯将通过打击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大楼来回应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和远程导弹。我们看到，其实还是
有很大的可能的，就是俄罗斯它可以采取远程的攻击嘛，可能会有不同方面的考虑吧。一方面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对这个美西方对乌克兰的这种武器的提供，就是展示一种某种威慑啊，就是你如果用过来的话，那我要采取某种措施是阻碍你。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从整个这个战局的角度来讲，那么对主要城市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也有利于缓解就是俄罗斯在东部的它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啊。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始终对外保持着战略威慑。据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红星电视台周日报道，俄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说，95%的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卡拉卡耶夫表示，俄战略火箭军部队正在继续重新装备可携带高超音速弹头的先锋导弹系统。此外，今年已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乌茹尔导弹兵团也将开始进入战备值班。今年4月，俄军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各阶段的设计性能都得到了确认。该导弹可携带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能突破当前全球所有反导系统。卡拉卡耶夫还说，当前俄战略火箭军现代化武器的装备比例为83%，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超过86%。另据路透社报道，美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周一表示，俄罗斯不应考虑关闭其驻美大使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有核国家必须继续对话。我觉得其实它也体现了美西方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担心啊，把俄罗斯如果推到了墙角之后，俄罗斯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核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原本预计于周一访问塞尔维亚，但因塞周边国家拒绝俄专机经过其领空，此次行程被迫取消。俄方批评欧洲竖起新铁幕。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西方还围绕粮食危机展开博弈。欧洲理事会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指责俄罗斯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俄大使离场抗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原计划于当地时间周一至周二访问塞尔维亚，但因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禁止其专机过境而未能成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证实了此事，称俄方无意设置铁幕，但欧盟用铁幕包围了俄罗斯，这种行为太自私。拉夫罗夫周一也在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中表示，部分北约成员国的行为前所未有，令人难以置信。Понимаю интерес, который вы проявляете к нашей оценке этих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роизошло, в общем-то, лишение сувер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ава н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企图剥夺塞尔维亚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俄方已邀请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近期对俄进行正式访问，希望此次访问不会受到阻挠。拉夫罗夫还特别宣布，俄罗斯在近期内不会再和北约国家有面对面的接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对事件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塞尔维亚将克服各种困难，在政治决策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治，继续走欧洲道路，同时与各大洲的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和伙伴关系，并继续保持军事中立。外界注意到，周一，也就在拉夫罗夫塞尔维亚之行受阻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将61名美国公民加入永久禁止入境名单，其中包括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和财政部长耶伦。俄外交部的声明说，作为对美国针对俄政治和公众人物及商界人士不断扩大的制裁采取的回应措施，将61名主要来自美国军工企业、媒体、评级机构、飞机船舶制造公司的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院个别参与散布俄网络攻击谣言的官员增列入永久禁止入境名单。5月21号，俄外交部在其网站公布了一份永久禁止入境的美国公民名单，名单共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963人。俄罗斯这个塞尔维亚毕竟还是一个传统的盟友的关系。其实从这个美西方的角度来讲，对这塞尔维亚也要表示一些不满。同
同时当然对俄罗斯的它的现在的这种外交的各种各样的它的这种行为，也是要想方设法进行围堵和进行打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正围绕粮食供应展开博弈。近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正偷窃大量乌克兰粮食作物后转卖出口。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一场线上会议中提到，相关报道属实。布林肯称，俄罗斯的偷窃行为是他们在俄乌冲突期间采取的行动之一，这些行动打击乌克兰出口农作物的能力，并加剧全球粮食危机。That Russia is pilfering Ukraine's grain exports, to sell for its own profit. Now Russia is hoarding its food exports as well. So this is all deliberate. We know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stopping food from being shipped. 布林肯还指责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进行封锁，阻止乌克兰出口粮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毁灭性影响，称俄罗斯的封锁行径也是俄总统普京想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向他屈服并取消制裁的策略。另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周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期间，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The Kremlin is using food supplies as a stealth missile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ies. Russia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food crisis, Russia alone. 在米歇尔讲话期间，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愤而离席。路透社报道称，聂边贾对记者说，米歇尔在这里散布谣言，对于美西方的指控，克里姆林宫予以坚决否认，称不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何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也表示，俄罗斯没有干扰乌克兰出口粮食，并提醒可以从亚速海比尔江斯克港口或通过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运送乌克兰粮食。他指出，世界面临的粮食问题早在俄罗斯对乌开展特别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0%。乌克兰排名第5，占全球出口总量的9%。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域封锁了数百艘主要载有乌克兰出口粮食的船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周3访问土耳其安卡拉，在那里与乌克兰方面讨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据俄罗斯消息报的报道，3个国家已经就建立粮食走廊的初步方案达成了一致。获得乌克兰允许后，土耳其军队将在敖德萨沿海地区排雷，运送粮食的船只在土耳其舰船护送下离开港口，前往黑海中立水域，到达设定的位置。之后由俄罗斯军舰护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确保这些船只安全通过黑海，并防止挑衅。除了俄罗斯之外，还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作用，就是土耳其啊，它这个扼守这个最关键的黑海的出海口。实际上我们看到，土耳其也是有意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路径的控制啊，要实现自己在整个这个地缘博弈中的它的一个重要性的体现。不过，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怀疑俄罗斯此举是否出于善意，认为这是俄方以此换取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将俄罗斯的举动描述为敲诈勒索外交，并表示美国不会同意解除任何对俄经济制裁。外界还注意到，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5就表示，因西方继续滥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导致现有国际供应链断裂，金融结算体系遭到破坏，使得全球产品短缺，并进一步推升商品价格，威胁世界粮食安全。俄方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予以关切，愿继续履行国际合同规定的农产品、化肥、能源等重要产品出口交付义务。扎哈罗娃还强调，俄方将在与主要合作伙伴的经贸和投资关系中，针对某些种类的俄商品扩大卢布支付的范围。外界预计，继俄方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后，粮食出口很有可能也改为卢布结算。那么，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也在千方百计的寻找这样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能够改善自己被这个美西方的国际社会在外交层面进行围堵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粮食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突破口。俄乌顿巴斯会战仍在持续，但俄乌此时也在为安排运粮船搞间接合作。那您对此怎么看？这是政治对俄乌战争的矫正，甚至约束。这一安排如果落实，将产生3大效果：一，理论上
北约正式军事介入俄乌冲突。尽管土耳其号称俄乌共同的朋友，运粮项目呢只扮演无害的扫雷任务，但它终究是北约成员，又是乌军的无人机主要供应方，加上北约在土还有侦听站，所获情报直送乌军的总参谋部。土军的扫雷艇一旦进入乌克兰领海，无疑是俄方的重大让步。二呢，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号称缓解世界粮荒，但毕竟这是商业行为，是要套汇的，这就会增强乌克兰的军事潜力，对俄是不利的。三呢，俄罗斯开战100天后才在卖粮问题上松口，况且理论上自己能够填补乌克兰粮食断供所产生的世界市场缺额，为什么这时候要让步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希望体面结束战争的信号。若双方在合作运粮机制下积累互信，或许是个不错的和平机会。更微妙的是，俄罗斯正心照不宣地用经济手段撬动各方资源，为他所用。要知道，俄乌粮食出口虽占世界市场的30%，但大部分是卖给中东北非，因为这样运费是最低的，而他们的品质又不错。请看过去10年，中东北非的粮食市场里，俄乌的小麦已经挤掉了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竞争对手。像埃及就主要靠进口俄罗斯的小麦保证粮食安全。但现在由于西方制裁，俄粮食出口所依赖的海运举步维艰，粮船难以出海，出海呢也进不了人家的港口。而如今俄罗斯看似为乌克兰卖粮提供了便利，但乌克兰远满足不了中近东国家的需求，而俄罗斯恰恰据此能够影响欧洲外围的国家，促使他们要求西方豁免对俄的海运制裁，特别是争取外轮能够停靠俄罗斯极力推荐的黑海货运港塔曼、杰姆留克和新罗西斯克，这就有机会在西方制裁的铁幕里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毕竟失去东部出海口的乌克兰仅靠敖德萨是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大宗贸易的。总之，俄罗斯正用迂回战术把更多的因素吸引到这场战争中，在复杂纷乱的关系里寻找自己的利益。俄乌冲突进入第4月，但美西方的极限制裁并没有摧垮俄经济。俄罗斯卢布汇价甚至比战前还坚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人们常说票子毛了，贬值，不能简单看是政府是不是多印了钞票，还要看消费者花钞票的速度。纵观俄历次的卢布危机，货币超发都不是主要的，而是06年卢布成了可自由兑换货币后，其主要挂钩的美元被人家当成了金融武器。地缘政治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做空卢布。结果呢，俄罗斯的货币一日数变，早上买只鸡，晚上才能买颗蛋，这就导致老百姓不肯留现金，一有卢布就火速换商品保值。要控价的话，根本是让老百姓相信货币。观察当初的俄卢布自由化，初衷是吸引外资，可俄罗斯单一化的资源型经济和不太健全的营商环境，导致进来的多是游资，一有风吹草动就出逃，拖累实体经济。当下，俄央行靠猛烈加息，用5000卢布对1克黄金来绑定，而俄企呢，以卢布结算油气出口等等，这些非常态措施，短期虽然稳定了汇率，但副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俄企的借贷成本就居高不下，就影响了生产和再投资。同时呢，卢布结算所导致的能源交易不便，加上可替代货源逐步顶上，长远看都不利于俄经济的恢复。说到底，卢布的坚挺有赖于它的锚定物是否有不可替代性。真正稳定物价金融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国家有充足的资源，而物资里呢，又以粮食、能源为首要。今天，俄政府例行一系列的低价收粮政策，包括肥料换谷、
收购大户余粮等等，掌握了大量的粮食，得到了控制物价的第一武器。其次呢，俄罗斯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更要积极地推动生产上的有所作为，维持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都将决定这场卢布金融战的前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一宣布，财政部长黄循财下周开始担任副总理。观察认为，此举旨在为黄循财出任新加坡的下一任领导人铺路，而且此次没有晋升新的部长级官员，也意味着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已大致定型。新加坡总理公署周一宣布内阁人事调动，财政部长黄循财被任命为副总理，并继续兼任财长。他还从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手中接管隶属总理公署的政策策略署。新任命将于下周一生效。李显龙当天表示，在总理因放假或出访等不能履行职务时，黄循财将担任代总理。此外，新加坡政府本轮调动还涉及3名政务部长和政务次长获得提升，还有5名高级官员调换部门。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这次没有新进的部长，显示第4代领导班子已经大致定型。黄循财获新任命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我希望获得大家的支持，以带领新加坡战胜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李显龙也在社交平台上说：“下一代领导班子正逐步成型，安排政治职务者调动部门，是为了让他们担起新的责任。”现年49岁的黄循财，今年4月被选为人民行动党所谓第4代团队的领导人。现年70岁的李显龙此前表示，黄循财会在2025年大选前后接替他。外界原本估计副总理王瑞杰是接替李显龙的热门人选，但王瑞杰在去年4月以健康理由宣布辞去第4代领导一职，黄循财之后接替了王瑞杰的财长一职。黄循财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与新加坡政坛不乏学历光鲜的高级人才相比，黄循财早期的教育经历相形见绌。他所就读的中小学是就近入学，不过其父母重视子女教育，对黄循财严格要求。高中毕业后，黄循财通过政府奖学金赴美留学，专业为经济学。由于家中主要讲马来语和英语，黄循财的中文一直到2020年都是一个短板。但通过勤学苦练，他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很多的华人，虽然他们现在大部分是讲英语，他自己逐渐就是说是担任在这个国内或者国际当中参与的事务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认识到，这个华文无论是对外的交往还是对内的这个和选民之间的沟通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说呢，我自己认为，实际上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原来有的基础之上能够流利的来讲，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个执行力或者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领导人。黄循财1997年正式成为一名新加坡公务员，从政20年来，在贸工部、财政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等至少8个新加坡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在政府财政预算、医保改革等工作领域颇有心得。2005年至2008年期间，他还担任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黄循财被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之一，其出色工作能力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有分析指，新加坡的外交一直注重于本国利益，严格恪守中立，奉行不选边站策略。黄循财今后在外交政策层面也不会做出太大变动。今年4月，在被确认为人民行动党第4代团队的领导人后，黄循财出访美国期间，曾就中美关系表态称，中国的上升趋势不可阻挡，美国尝试围堵中国崛起，不仅十分困难，也不会有效。Trying to contain China's rise will only cause China to redouble its determination to become more self-reliant, to grow its own little giants, and to develop its own indigenous technology. Keeping China out of the system will only cause China to develop its own parallel system with its own rules.
分析认为，新加坡历代领导人均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局面不会因权力交接而产生变化。黄循财执政之后，很可能也会每年访华。黄循财也曾经表示，若中美双方能继续良性竞争，却又相互依存，在开放的框架里合作，寻求互惠互利，整个世界都会更安全和更美好。So we hope a better outcome will be for both sides to continue engagement,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on many issues where there are in fact shared interests. Contain China, I think will be very difficult. It will not be effective. It will be highly destabilizing for everyone, including America. 我觉得至少未来5到10年，可能李显龙本身对于新加坡的内政外交的影响力仍然会存在。黄循财本人，大家称他为叫做草根中的精英，可以看出他是比较务实的。整体这个框架当中，仍然会是以新加坡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同时呢，我觉得对美对中的政策仍然会保持一个大国的平衡。周二，美韩又在黄海上空组织空中力量演示行动 ，F-35A、F-15K 等共计20架战机参与其中。美军出动了4架 F-16战斗机。韩联社称，这些战机均挂弹飞行。韩国国防部当日发布声明称，韩美空军通过这种联合飞行展现了强大能力，将对朝方任何挑衅实施快速精准的打击。此外，作为回应朝鲜的导弹示威，美日也举行了联合军演。周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与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这是韩国新政府成立以来美韩首次举行实体副外长级会谈。舍曼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核试，美国、韩国和世界将做出强有力而明确的回应。舍曼还指出，周三将继续就此话题与韩国和日本进行3边讨论。此次会议距离拜登5月访问韩日仅过去2周，三方将在会上就拜登访问期间探讨的合作方案进行后续磋商。有分析认为，尹锡悦政府能否通过此次协商，在加强3边合作应对朝鲜问题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将备受关注。而美方是否借机鼓励韩日改善关系，也是焦点。